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农历7月这种阴阳交替最强烈的时刻，往往才是暗财跟偏财最容易爆发的时候。尤其是鬼门开启之后，天地之间的磁场会进入一次明显的转换，有4个生肖过去卡住的财运、人脉和机会会开始出现松动，过去大半年拿不到的机会，遇不到的贵人，甚至那些明明赚进来最后却留不住的钱，都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重新出现转机。那么到底是哪4个生肖，谁会最先翻身，谁最容易遇到贵人？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天地大礼，你一定要听到最后，特别是家里刚好有这4个生肖的，把重点记下来，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你接下来翻身转运的关键。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财运大开的生肖鼠。在12地支里面，老鼠代表的是子，子是什么？子时是半夜11点到凌晨1点，也是一天阴阳转换特别明显的时段。五行属水，到了农历7月，阴阳气场转换特别明显的时候，属鼠的人在生肖象征上对环境、人情和机会的变化也更加敏感，甚至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个月你们的直觉会准到吓人，这就叫子水逢阴，暗财涌动。所以属鼠的朋友这段时间真正要注意的就是那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机会，毕竟你的财不在明处，而在暗处的贵人身上。你不相信，我讲一个案例给你听，你就懂了。台北万华有一条批发街，里面有个做南北杂货批发的老板娘，我们就叫她阿珍。50多岁的阿珍刚好属鼠。之前的大半年，阿珍的日子可说是非常难熬，景气不好，南部几个合作了10几年的老中盘商，有的收掉，有的周转不灵。前阵子他甚至收到2张跳票的支票，加起来足足250万。那段时间阿珍整个人像老了10岁，每天晚上拉下铁门，他就坐在那张用了很多年的办公桌前，对着满桌子的账本发呆。老公前几年中风，家里请外籍看护要钱，小孩读大学也要钱。阿珍常常一边按着计算机，一边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心里总是在想，老天爷，我阿珍这辈子没有故意害过人，初一十五也会拜拜，为什么偏偏让我碰上这么多事情？有一阵子他甚至常常晚上经过龙山寺附近，一个人站在那里掉眼泪，那种无助，那种心酸，只有真正经历过资金断掉的人才懂。眼看着农历7月就快到了，同行都在缩减进货，大家都说7月生意相对淡一点，能保守就保守。偏偏阿珍仓库里还压着一大批不好卖的旧款竹席和老式蚊香，连下个月的货款到底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但是就在鬼门开启前几天，转机来了。那天傍晚下着很大的西北雨，有一位穿着非常普通，看起来有些狼狈的老阿伯，带着一顶旧斗笠走进批发街。很多店家看他全身湿哒哒，加上已经快要打烊了，也没什么心情招呼。有人挥挥手说，今天要关门了啦，明天再来。阿伯一路走，最后走到阿珍的店门口，雨水顺着斗笠不断往下滴。阿珍看了一眼，虽然自己心情已经够烦了，却还是没有赶人。他赶紧拿了一条干净毛巾递过去。阿伯，外面雨这么大，先进来擦一擦啦，免得感冒。说完，他又顺手倒了一杯温热的麦茶给他。阿伯喝了几口茶，看着阿珍问，头家娘，我问你，你这里有没有办法在3天里面帮我调到一大批传统老式粗香，还有一批复古的平安福袋？阿珍一听愣住了。这种老式粗香这几年越来越少人用，很多地方都换成比较环保的香品。临时要这么大的数量，哪里那么容易？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听完就直接说没有。可是从生肖命理的象征来看，属鼠的人常被形容为反应快、观察细，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这时候阿珍多年做生意练出来的直觉突然告诉他，这个客人不能随便放掉。他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冲动拿钱出来，而是先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把需求、数量、付款方式全部问清楚。接着他开始打电话给全台湾认识的老香厂，一间一间问，问到晚上，终于在彰化一家老工厂的库存里面找到一批符合需求的货。但是对方说得很清楚，这种老库存要一次带走，而且必须先付一笔货款。阿珍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公，老公一听，脸马上垮下来。你不要昏头哦，马上就7月了，你现在还要压一笔钱进去，
万一对方临时不要，我们怎么办？这一次，阿珍没有像年轻时一样凭感觉把老本全砸下去。他先联系阿伯，请对方确认正式订单，也收了一部分定金，再跟工厂谈分批付款。等所有条件都确认之后，他才咬牙把这笔生意接下来。结果各位猜怎么着？鬼门开启之后没几天，那个阿伯真的来了，而且后面还跟着货车。后来阿珍才知道，这位阿伯其实是南部一个大型宗教团体负责采购的人，他们准备在农历7月举办大型法会，其中一部分仪式希望尽量采用传统形式，所以一直在找传统粗香和复古香火用品。他们问了很多供应商，有的人嫌数量麻烦，有的人嫌利润不够，也有人根本调不到货。最后只有阿珍愿意花时间帮忙协调。货交完以后，对方按照约定把尾款付清。更重要的是，因为阿珍做事情细，讲话实在，后来对方陆陆续续又介绍了几个公庙和活动单位给他。原本积在仓库里面的一些传统用品也慢慢找到新的销路。那一天看着货一箱箱搬出去，阿珍站在店门口，眼泪真的忍不住掉下来。不是因为他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而是因为那一刻他终于知道这条路还没有断，原本快要喘不过气的资金压力终于多了一点周转空间。更重要的是，他重新看见了把过去亏损一点一点赚回来的希望。各位朋友，懂不懂我的意思？这就是我今天说的暗财。它很多时候不是凭空出现的钱，而是原本没人注意的机会被你看见了，原本别人嫌麻烦的需求被你接住了。属鼠的朋友，农历7月这段时间，你的贵人可能不是穿着西装拿着公事包走进来的，他可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客人，一个很久没联络的旧朋友，甚至只是别人随口跟你讲了一句话。你的观察力加上你的善意和判断力，才是真正打开机会的钥匙。不过我开头是不是还留了一个问题，谁最容易赚得到守不住？这里我反而最要提醒属鼠的朋友，属鼠的人这段时间可能比较容易碰到临时订单、人情机会、资讯差带来的财路。可是机会一多，人也容易心急，最忌讳什么？人情借贷、冲动投资，看到别人赚钱就马上加码。还有为了面子，明明自己现金流已经吃紧，还不好意思拒绝别人。记住一句话，机会可以抓，但是底线一定要守。你能够守得住，暗财才真正变成你的钱。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生肖，龙。在12地支里面，龙代表辰，辰五行属土，而在传统命理里面，辰又常被称为带有水库性质的土。为什么？因为申子辰在地支关系里面有山河水局的说法。当然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不是说只要你生肖属龙，一进入农历7月，命盘就自动变成水局，更不是说所有属龙的人都会突然发财，命理不能这样看。但是今天我们用生肖象征来讲，就借辰为水库这个意象来提醒属龙的朋友一个重点，你这段时间真正的财不一定来自最轻松的事情，反而可能来自别人不愿意处理、别人嫌麻烦、别人不想承担的事情。传统风水常有一句话叫水主财，今天我们把水借喻成流动的机会、资源和财气。你仔细去想，那属龙的辰土像什么？就像一个可以把这些资源慢慢收进来的库，别人避开的难题，有时候反而藏着你的机会。但是水库要能够装水，它自己首先不能破。什么意思？你的人品、专业、信用就是那道堤坝，没有这些东西，再大的机会来了也留不住。我再讲一个高雄的故事，你就明白了。高雄男子有一位做房屋中介的老大哥，我们叫他陈伯，60出头，刚好属龙。陈伯这几年过得并不好，他不像店里那些20几岁的年轻业务，天天滑手机发文，用网络打广告，玩得很熟。他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骑着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车，大街小巷跑社区，发传单，拜访屋主。高雄夏天那个太阳有多毒，各位都知道，晒一下人都快变成人干。可是从年初之后好几个月，陈伯几乎没有什么漂亮的成交，偶尔签个小案子，也常常最后被别人抢走。底薪本来就有限，只能靠以前存的一点钱撑。我告诉各位，一个男人到了60几岁，看着存折里的数字越来越少，老婆长期吃药，家里又有固定开销，那种压力不是年轻人一句再努力就好了可以体会的。中午大热天，
店里的年轻同事叫便当、吹冷气。陈伯为了省几十块，常常自己买简单的肉燥饭，牵着机车躲在公园树荫下面吃。有时候一边赶苍蝇，一边配白开水，他自己都忍不住苦笑。我明明生肖属龙，怎么最近过得这么像一条虫？眼看着农历7月接近，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本来就有一部分客人会介意这个月份，特别是屋况比较复杂，靠近墓园，或者屋主曾经在里面自然离世的房子，更不好处理。很多业务看到这种案子，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碰，麻烦，带看又困难，成交机会又低。就在这个时候，店里来了一位愁眉苦脸的中年妇人。这妇人一进门，讲没几句话，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她继承了哥哥的一间老公寓，急着想卖掉换现金，家里刚好又碰上很大的医疗开销，现金压力非常重。偏偏这间房子的条件并不好，地点比较偏，又靠近墓园。他哥哥过去一个人住，后来因为心肌梗塞在屋内自然离世，过了几天才被发现。按照一般实务上的认定，这种自然离世的情况跟大家通常讲的凶宅并不一样。不过对于很多买方来说，心理上还是会介意，尤其消息在邻里之间传开之后，房子就更难卖了。妇人已经问过好几家中介，有的人看完资料以后觉得太难处理，客客气气请他去找别人。他来到陈伯的店里时，几个年轻业务看了看资料，也没什么兴趣。陈伯坐在旁边，看他一直擦眼泪。他突然想到自己家里的压力，同样是为了钱，同样是为了家人。那一刻，他心里一酸，站起来倒了一杯温水给妇人。大姐，你先不要急，房子条件我先去看，我们把该说明的全部说明清楚，能不能卖我不敢保证，但是我帮你想办法。店长一听，把陈伯拉到旁边，老陈，这种案子很难弄了，你花一堆时间进去，最后搞不好还是白忙。陈伯笑笑，难卖的房子总要有人处理，只要资料合法，该讲的事情都讲清楚，我们做中介的就是把该做的做好。后来陈伯自己跑去现场，房子因为长时间没人住，里面有霉味，灰尘又厚，看起来确实不好。他没有搞什么神秘仪式，只是基于尊重，进屋之前在心里面向逝者表达敬意，希望亡者安息，也希望后续买卖能够圆满。然后他自己掏钱买了一些基本清洁用品，请人一起把门窗打开，把环境整理干净，地板擦干净，霉斑处理掉，阳台杂物搬走，窗帘拉开，阳光一照进来，原本阴暗的房子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神迹，而是很多长期没人住的房子本来就容易潮湿发霉，空气不流通，只要通风整理采光做好，人的感受自然会舒服很多。鬼门开启之后的一段时间，房子依然没什么人问，可是陈伯没有把资料丢在旁边，他把产权、屋况、周边资讯全部重新整理，而且把屋主哥哥自然离世的情况也清楚写进说明里面。过了几天，一个下午，陈伯接到一通电话，有位中年男子说看到房屋资料，对这个区域有兴趣，想过去看看。陈伯马上骑车赶过去，买方穿着很简单，讲话却很沉稳。陈伯带他进屋以后，没有像一些业务一样一直讲优点，反而一开始就说，头家，我先把不好听的讲前面，这间房子离墓园不算远，原屋主是在里面自然离世，附近邻居也知道，所以价格为什么比较低，就是因为这些因素，你如果介意，我不会勉强你。男子听完看着陈伯问，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接这种案子，你怎么愿意卖？陈伯用毛巾擦擦汗，笑着说，我也是为了生活啦，但是做这一行该讲的就讲清楚。屋主现在真的需要钱，如果我有能力帮他找到一个能够接受的买方，对双方都好。男子听完没有马上决定，过了几天他又来看第二次，后来这间房子真的顺利成交，价格并没有夸张到比市价高多少，只是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富人终于拿到急需的资金，但真正让陈伯的人生开始变化的，反而是成交以后的事情。这位买方本身长期跟一家北部开发集团合作，他们刚好准备在高雄进行一项大型土地开发计划，里面牵涉不少地主和旧房产。这种工作最怕什么？不是业务不会讲话，而是资料不诚实，为了成交乱承诺，或者中间有人想两边吃价差。男子后来把陈伯介绍给集团负责人，第一次见面时，对方没有马上把大案子丢给他，而是先交给陈伯几个比较难谈的小案子，
陈伯一个一个跑，该讲多少就讲多少，该签什么就签什么，不偷吃价差，也不为了抢功劳乱承诺。慢慢的，集团越来越信任他。后来陈伯真的开始参与土地整合工作，光是第一阶段完成之后拿到的佣金就已经远远超过他过去1年辛苦跑业务的收入。后续还有长期合作。那天看到佣金汇进账户，陈伯第一次觉得自己这半年咬牙撑下来没有白撑。他没有马上去买名车，也没有大肆庆祝。过了几天，他去南子当地的土地公庙拜拜，准备了鲜花水果。站在土地公面前，他心里面只有一句话：谢谢，让我还有机会靠自己的本事重新站起来。各位懂了吗？这就是今天我借尘土收水要告诉大家的意思。不是属龙就会自动掉钱，而是属龙的朋友这段时间如果碰到别人嫌麻烦的工作、复杂的专案、没人愿意负责的事情，你不要第一时间只想到逃，先判断这件事情合不合法，有没有超出你的能力，有没有伤害别人。如果都没有，而你刚好有能力解决，那里面可能就藏着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属龙的朋友记住，你的酷不是运气，你的专业、信用、承担事情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财库。易经里面的道理就是这样，有收就有放，阴阳五行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看完了属龙的尘土收水，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生肖猴。生金生水，动中求财。在12地支里面，猴代表生，生五行属金。在传统命理的意象里面，生金带有一种行动、变化、执行力很强的感觉。五行相生里面有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金生水。前面我已经讲过，今天我们把水介于为流动的机会和财气。那属猴的人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一个字，动。你想想看，再好的工具放在仓库里面不用，最后是不是也会生锈？人也一样，你有能力，你有经验，你有人脉，可是你每天关在家里，谁知道你？所以属猴的朋友，这个农历7月，你真正的发财密码就是4个字，动中求财。当然我不是叫你半夜故意往危险偏僻的地方跑，更不是要你为了赚钱无视安全，而是说不要因为民俗上的顾忌，把正常工作、正常社交、正常拜访全部停掉。该见客户就去见，该联络的人就去联络，该学习的新东西就去学。你的机会很可能来自走出去以后遇到的人。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台中的故事。台中有一位开计程车的运将大哥，我们叫他阿发，快60岁，生肖刚好属猴。阿发除了开计程车，为了多赚一点钱，他的后车厢还常常放着南投埔里亲戚种的香菇、高山茶以及一些手工黑糖。遇到熟客聊天聊得来，他偶尔就介绍一下，能多赚几百块是一点。可是前一阵子阿发的日子真的是衰到种护瓜生菜瓜，倒霉透顶。景气不好，油钱维修费一直涨，他那台开了10几年的车又开始3天2头讨钱。天热的时候冷气压缩机坏掉，台中的夏天有多热，乘客一上车，车里如果没有冷气5分钟都坐不住。阿发只好咬着牙把银行里剩下的钱拿出来修。没多久发电机又出问题，车子直接故路，抛锚在台中车流很大的路段，拖车加维修又是一笔。阿发心里那个苦啊，老婆轮大夜班，大女儿刚考上护专，小儿子还在读高中，学费、生活费、房租、油钱、靠行费、维修费用一层压一层。他每天开车开到很晚，累得腰酸背痛。回到家打开钱包算一算，当天车资扣掉油钱、靠行费用和吃饭的钱，真正剩下来的根本没多少。他常常跑去大甲镇澜宫拜妈祖，拿了香在心里面问妈祖婆啊，我阿发这辈子也没故意害过人，为什么最近做什么都这么不顺？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喘一口气？眼看农历7月就快到了，车行一些老司机聊天的时候都会互相提醒，7月晚上跑车自己注意一点啦，太偏僻的地方不要乱去，安全第一。这一点其实没有错，不管是不是农历7月，晚上跑车本来就应该注意安全。但是阿发能不能完全不工作？不能。女儿开学的注册费还差一节，而且从生肖象征来说，属猴的人本来就比较闲不下来。他告诉自己安全顾好，该跑还是要跑。就在鬼门开启之后没几天，
一个晚上10点多，台中突然下起很大的西北雨，雨像拿脸盆往下倒一样，雨刷开到最快都快刷不及。阿发刚送完一位客人到西屯比较外围的新重化区，准备空车回市区，经过一条还没完全开发的道路时，两边都是空地，雨又大，路灯隔得远，视线很差。突然他看到前方路边好像蹲着一个人，阿发赶紧减速，车子慢慢靠边，定睛一看，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阿嬷，身上穿着很单薄，整个人已经被雨淋湿，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塑胶袋。农历7月晚上10点多，大雷雨，偏僻路段，白发阿嬷，这几个元素加起来，说心里完全不毛，那是骗人的。阿发脑袋里面也闪过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民间故事，但是他握着方向盘想了一下，万一他真的是活人呢？这么大的雨，一个老人家站在这种地方，很可能真的会出事情。他没有贸然下车，先把车停在安全位置，打开警示灯，然后摇下窗户问：阿嬷，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家住哪里？阿嬷抬起头，眼神明显有些茫然，嘴巴一直念：我要回家，我要回去煮地瓜粥给我儿子吃。他还把手里装着几个地瓜的袋子举起来。阿发马上感觉不太对，这不像什么灵异事件，比较像老人家走失了。他先打电话联络警方，然后才下车把阿嬷扶进车里。阿嬷全身都湿透，冷得一直发抖。阿发拿出车上的干毛巾给他擦头，又把车内温度调暖一点，接着按照警方建议把老人家送到附近派出所。警察一查资料才发现，这位阿妈已经走失一整天，家属急得到处找。在等家人赶过来的时间里，阿发没有马上离开，继续跑车，因为阿妈情绪一直很不稳定。他跑去附近便利商店买了温热的饮料和一点吃的东西。阿嬷虽然还是说不太清楚自己住哪里，却一直看着阿发笑。凌晨1点多，一辆车急急忙忙开到派出所门口，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冲进来，一看到阿嬷，整个人马上跪在他面前：妈，你跑去哪里了啦？我们找你找疯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男子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传统制造企业，母亲有失智症，家人原本以为只是出去附近走走，没想到越走越远。如果不是阿发在大雨里面看到他，后果真的很难说。男子知道整个过程以后，紧紧握住阿发的手，一直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他。阿发最近虽然真的缺钱，却还是摇摇头，头家，心意我收到了，可是这个钱我不能拿这么多了，我自己也有妈妈，看到老人家这样，能帮当然就帮，你赶快带阿妈回家休息比较重要。男子非常感动，一路送阿发到车旁边。这时候他看到阿发打开后车厢，里面放着香菇、茶叶和黑糖。你开车还在卖这些哦？阿发有点不好意思，亲戚自己种的啦，我加减帮忙卖，女儿刚好要缴学费，能多赚一点是一点。男子听完没有多说，只跟阿发要了一张名片。阿发也没有放在心上，隔天照样出去跑车，为了几百块的车资，在街头一趟一趟跑。但是过了几天，他接到一通电话，是那位老板公司的人员。对方说，公司接下来准备订购员工节庆礼盒，里面刚好需要台湾香菇和茶叶，老板想先跟阿发的亲戚谈一批，不是3000盒一次把它砸成大富翁，而是先从几百盒开始。后来品质不错，员工反应也好，公司又陆续追加，再后来连几个往来的客户也跟着订。阿发原本只是塞在后车厢加减卖的农产品，居然慢慢变成了一条稳定的副业。更重要的是，那位老板公司的商务接送也需要长期配合司机，因为老板亲眼看过阿发处理老人走失时的反应，觉得这个人做事稳，遇到事情不会乱，又有人情味，所以后来公司把一部分固定接送交给阿发，收入不是什么一夜暴富，但是每个月多了一笔稳定的长期收入。对于一个之前每天睁开眼睛就在担心油钱、学费和维修费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救命的转机。阿发接到确认合作的电话时，把车停到路边。半年来的辛苦，被钱追着跑的恐惧，对家人的愧疚，在这一刻终于松了一点。你们看懂了吗？这就是今天我要借深金深水告诉属猴朋友的事情。我问各位，如果那个下雨的晚上，阿发因为害怕农历7月，干脆整个月都不跑车，他会不会碰到这个人？不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当时看到老人家以后，只顾着自己害怕，
完全不愿意确认对方需不需要帮助，这段缘分一样不会发生。所以属猴的朋友，你要记住，这段时间不要把自己关起来，正常出门，正常工作，正常拜访客户，去联络你很久没见的人，去关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该有的安全意识一样不能少。洞中求财不是叫你冒险，而是叫你不要因为恐惧把本来属于你的机会一起关在门外。你的贵人可能不在庙里面，他可能就在你每天走动的路上，在一次普通的聊天里，在一次你愿意多帮别人一点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行动，你能够遇见机会的几率自然就比一直躲着的人高。我们前面讲了鼠，讲了龙，讲了猴，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也是今天4个生肖里面财运最偏向善缘回流的生肖。猪，亥水藏福，善缘回流。在12地支里面，猪代表亥，五行之中亥属水，但是在传统命理的象征里面，亥水跟子水的意象不太一样。子水偏灵动，偏暗流，亥水则常被形容成比较深比较宽的一股水。在一些民俗命理说法里，也常借亥来讲福泽、包容和善缘。有人听到这里可能马上说，老师你骗人啦，我属猪，我这半辈子一样苦，哈哈，福报在哪里？各位，我前面一直强调，生肖不是自动提款机，没有任何一个生肖可以保证你在哪个月一定发财。但是有些善缘真的很像种子，你种下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芽，有时候过1年，有时候过10年，甚至有时候你自己都忘记了当年曾经帮助过谁，但是对方没有忘记。所以属猪的朋友，这段时间我要提醒你的，不是坐着等福报发钱，而是留意过去的人脉、旧朋友、曾经帮助过的人，以及一些重新回到你生命里面的缘分。我讲一个台南传统市场的故事，这个故事每次讲起来都很容易让人鼻子发酸。台南水仙宫市场附近有一位卖菜的阿嬷，我们叫他阿春嬷，70多岁，属猪。阿春嬷的一生很坎坷，早年丧夫，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其中一个儿子因为先天状况需要他长期照顾，儿子已经40多岁，生活上还是需要妈妈帮忙。阿春嬷就靠着市场旁边一个小小的菜摊，每天凌晨3点多就起来，去批菜、整理、搬货。一把空心菜20块，一把地瓜叶15块，就是这样10块20块，一点一点把日子撑过去。虽然自己不宽裕，但是阿春嬷有一个习惯，每天中午快收摊的时候，总会剩下一些卖相没那么漂亮的青菜，有黄叶，有一点碰伤，旁边有些摊贩可能直接丢掉。可是阿春嬷舍不得，他戴着老花眼镜，把不能吃的叶子一片一片挑掉，可以吃的留下来，洗干净，用塑胶袋一袋一袋装好。有空的时候，他就骑着那台旧旧的3轮车，把这些菜送去附近照顾弱势孩子的机构，或者几户他认识的独居老人家。旁边卖猪肉的阿伯常常笑他，阿春啊，你自己都快顾不了了，还天天送菜给别人，这些你便宜卖，一天也能多100-200块啊。阿春嬷每次都露出缺了牙的笑容，他用台语说，人在做天在看啦，大家斗阵侠饭，我少赚几十块不会怎样，人家没有菜吃才艰苦。就这样，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年。但是前一阵子阿春嬷遇到了人生很大的危机，因为市场整建，原本那一排临时摊位必须陆续迁走，如果要去新的市场租固定摊位，1个月租金加管理费对他来说都是压力，更不要说前面还要先准备押金和设备。阿春嬷把自己存钱的铁盒拿出来数了又数，真的不够。那一阵子他明显瘦了1圈。台南夏天太阳很毒，他一边卖菜一边看着坐在旁边休息的儿子，眼泪就这样滴下来。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如果我不能卖菜了，我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时间慢慢接近农历7月，市场里面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找新摊位、搬货、处理旧设备。到了中元普渡那天，市场按照传统准备祭拜，阿春嬷没什么钱，准备很豪华的贡品，就用自己负担得起的东西，诚心跟着大家拜。他在心里面默默讲，希望一家人平安，希望事情有办法解决，给我一个能够继续做生意的小地方就好了。中元节过后没多久，
市场外围开始准备施工。阿春摸把剩下的青菜一把一把收进竹篓，心里已经在盘算，是不是只能暂时休息，或者去别人摊位帮忙。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市场附近，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男子穿得很整齐，可是完全不在意地上湿湿脏脏。一下车就在摊位之间四处看，看到阿春摸以后，他突然停下来。阿春摸抬头扶了扶老花眼镜，看了半天，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男子眼眶突然红了，阿嬷，你真的忘记我了？他说2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跟家里吵架，从北部一路跑到台南，身上没什么钱，又饿又累，最后晃到市场附近。当时就是阿春摸看他饿得脸色发白，问他有没有吃饭。阿春摸煮了一大碗面，放很多青菜，还加了一颗卤蛋。少年吃完以后准备离开，阿春摸看他身上没钱，又塞了一点车钱给他，最后只讲了一句话：男仔跟家里吵架没关系，气消了就回家，不要因为一时生气把自己一辈子毁掉，以后有能力要做一个好人。阿春摸听到这里，整个人愣住，他好像慢慢想起来了，当年确实有这么一个全身脏兮兮、脾气很大的孩子，可是这种事情他做完就忘了，他怎么会想到20多年后对方居然还记得？男子告诉他，后来他真的拿着那笔钱回家，从最基层的学徒开始做，一路做生意，吃过很多苦，现在经营一家连锁商行。这些年他其实几次想回来找阿春摸，只是市场变化很大，一直没有找到。最近刚好听台南的员工说这边要整建，他才赶紧过来问。男子看着阿春摸的旧摊子，又看看他身旁需要长期照顾的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阿摸，我不是来送你几千万，也不是要让你收一个你不敢收的大礼，我在附近刚好有一个新的店面，本来准备给公司当仓储门市，前面有一块位置可以卖菜，我帮你整理出来，前几年你不用烦恼租金，你愿意做多久就慢慢做。阿春摸听完马上摇头，不行啦，这样我欠你太多。男子眼泪掉下来，阿莫，你当年也没问我以后能不能还你，你只是看到一个孩子饿了就给我一碗面，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没有放弃我。后来男子真的帮阿春摸把摊位整理好，不是金碧辉煌的大店面，就是一个干净有遮雨有基本冷藏设备的小空间。他再也不用每天顶着大太阳怕下雨。男子也没有说什么你儿子一辈子全部我负责这种大话，而是请公司的人固定关心阿春摸，如果家里碰到紧急状况可以协助介绍资源。后来他公司的员工采购也常常优先跟阿春摸买菜。阿春摸第一次坐在整理好的摊位里面，看着冰箱里面整整齐齐的青菜，他摸着柜台，眼泪一直掉。旁边以前笑他傻的猪肉摊阿伯看着都不讲话了，过了半天只说一句，阿春啊，你以前那些菜没有白送啦。各位听到这里你们懂了吗？这就是我今天说的亥水藏福，善缘回流。不是因为阿春摸属猪，所以老天爷突然送他一家店，而是他几十年来在没有期待回报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善意，其中有一颗种子20几年以后刚好发芽了。属猪的朋友，这就是你们这段时间最值得留意的地方。你可能觉得自己过去总是吃亏，帮了别人人家不一定记得，借别人方便也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从来不是银行定存，它没有固定利息，也没有保证哪一天一定回报。有些人不会回报你，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但是你过去留下的人情、信用和善缘，有时候真的会在你最没有想到的时候成为别人愿意帮助你的理由。可能是一笔突然出现的订单，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可能是以前的客户重新回来找你，也可能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个人突然跟你说，以前你帮过我，这次换我帮你。所以属猪的朋友，不要为了求财故意去做好事，真正的善是你有能力的时候顺手帮别人一点，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福气也往往来自这种不计较。好，刚刚讲完了属龙、猴、猪这4个，在这段磁场转换期比较容易借势看到机会的生肖。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嘀咕了，
老师，刚刚4个生肖没有我，那我是不是就没指望了？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前面4个生肖我把它叫做借势发力，那剩下8个生肖呢？这个月真正重要的4个字叫做趋吉避凶。有时候多赚一笔钱叫发财，但有时候没有被骗，没有冲动投资，没有因为一句气话得罪贵人，没有让辛苦存下来的钱流出去，这一样叫发财。所以接下来我把剩下8个生肖分成3组，你仔细听好，知道自己这个阶段该冲该守还是该等，你才不会明明机会就在旁边，却自己走错方向。第一组，生肖蛇、生肖马，火气易动，和气生财。蛇在12地支里面代表4，马代表5。4、5在五行象征上都带着比较明显的火性。属蛇、属马的人，很多时候做事反应很快，心里面也有自己的原则，这是优点。可是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优点也可能变成急躁。所以蛇跟马这段时间的发财密码，我送你4个字：和气生财。如果你本来最近压力就很大，事情很多，睡眠不好，或者刚好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这段时间你更要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情绪。很多时候机会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自己的脾气赶走。这段时间如果别人讲话比较刺耳，事情比较不顺，你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先问自己，这件事情值得我翻脸吗？这句话现在一定要讲吗？这个决定能不能睡一晚再做？有时候你忍下来的不是一口气，你保住的可能是一段关系，一个客户，甚至是一条未来的路。第二组，生肖牛、生肖羊、生肖狗，徒守本位，以静制动。牛代表丑，羊代表未，狗代表戌。从五行象征来说，这3个地支都带有土的性质。土最大的本事是什么？不是跑得最快，而是稳。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稳，外面越乱，稳定越值钱。别人看到一个投资机会，马上把钱丢进去，你多查2天，别人听朋友说这个一定涨，马上借钱跟。你先问清楚钱到底赚在哪里。别人觉得现在换工作薪水多5000比较漂亮，你先想新公司稳不稳定，试用期过不过得了，家里的房贷、孩子学费有没有办法承受这段风险，这就是土的力量。所以牛、羊、狗这段时间，我最怕你们犯一个错误，看到别人动你也跟着动，尤其是钱。朋友突然传一个投资群组给你，有人跟你讲老师带单稳赚不赔，内部消息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你今天放10万，月底可能变15万。这种话一听，各位先不要兴奋，你第一件事情不是想我能赚多少，先想凭什么？钱为什么这么好赚？如果真的保证赚钱，他为什么要找你？而且属牛、属羊、属狗的朋友，有时候最大的优点是重感情，偏偏诈骗最喜欢利用的也是人情。亲戚介绍，老朋友介绍，认识10几年的人说你还不相信我哦。各位，感情归感情，钱归钱，合约该看还是要看，风险该问还是要问。你不好意思问清楚，最后真正赔钱的时候没有人替你承担。工作上也是一样，这段时间如果你现在的工作虽然累，但是整体还算稳定，就不要单纯因为1-2天不爽马上辞职。当然我不是叫你永远忍受不合理的环境，如果公司真的违法，长期伤害你的身心，当然该处理。我要提醒的是，不要用情绪替自己做重大决定，尤其贷款、换工作、扩大生意、替别人做保，这4件事情一定要慢一点。那牛、羊、狗是不是只能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你们这个阶段最适合做的叫筑坝，把该收的钱收回来，把拖了很久的账整理清楚，把家里面没必要的订阅开销重新检查，生意人把库存盘一次，上班族把自己的专业能力补起来，有负债的先把利率最高的债务整理出来，该存的紧急备用金慢慢补。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财运不是赚不到，是一直漏，一个月这里漏2000，那里多花3000，替朋友垫一点，冲动买一点，最后年底一看，奇怪，我明明一直有赚钱，钱到底去哪里？所以属牛、属羊、属狗的朋友，记住这个月不需要跟别人比谁冲得最快，你只要把自己的地基守好，该赚的正常赚，不懂的东西不要碰，
不该背的债不要背，别人情绪再大，你照自己的节奏走。守得住钱本身就是一种发财，等真正适合你的机会出现，你手里有资金、有信用、有能力，那时候你才有本钱结得住。第三组，生肖虎、生肖兔、生肖鸡，蛰伏待机，广结善缘。虎代表寅，兔代表卯，寅卯在五行象征上都属木，鸡代表酉，属金。这三个生肖虽然五行不同，但是我把你们放在一起，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段时间你们最重要的不是拼命往外抢，而是先把自己整理好。属虎的人行动力很强，有时候看到别人表现不好，你会忍不住想，算了，我自己来比较快。可是你要小心，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最后最容易把自己累坏。这段时间如果工作上出现新的任务，先分清楚哪些事情真的需要你负责，哪些事情其实可以交给别人。不要因为你能力强，就把全世界的问题全部背到自己身上。属兔的朋友则比较要注意人际关系，尤其家族、亲戚之间那些听来听去的话。各位，闲言碎语的话少接，更不要听完马上跑去找对方对峙。很多误会就是这样，越传越大。属兔的朋友这段时间最好的做法是少听是非，多做正事。有人讲你先观察，真的影响工作再处理，只是闲言闲语就让它过去。你越稳定，真正了解你的人自然看得见。至于属鸡的朋友，你们做事情很多时候标准比较高，这不是坏事。可是标准高的人有一个很容易吃亏的地方，你看得见别人没做好的地方，于是忍不住纠正，这个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做不对，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可能讲的是事实，但是别人听到耳朵里面却不一定舒服。所以属鸡的朋友这段时间特别记住一句话，话留3分，路留1线。有些事情点到就好，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把别人逼到墙角，因为你今天替别人留一点面子，未来别人也可能替你留一条路。所以虎、兔、鸡这3个生肖这段时间真正适合做什么？学习、整理，重新联系旧朋友，把很久没经营的人脉重新经营起来，陪陪家人，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正常到庙里走走，让自己的心静一点。真正的贵人缘从哪里来？很多时候就来自你平常怎么做人。今天你帮别人一个忙，不一定明天别人就还你，可是半年以后、1年以后，对方听到有人在找一个可靠的人，他第一个想到你，这就是机会。所以虎、兔、鸡的朋友不需要因为这个月不是我前面讲的4个重点生肖就觉得自己运气差。你们现在做的是把土壤整理好，机会真的来的时候，你才有东西可以长出来。讲到这里，12个生肖我就全部跟各位交代清楚了。生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发财就好，而是提醒你什么时候该积极一点，什么时候该保守一点，什么时候特别注意情绪，什么时候应该重新整理自己的钱、人际关系和生活。真正能够改变生活的，最后还是你的选择。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再把农历7月只看成一个充满禁忌、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敢碰的月份，把该断掉的坏习惯断掉，把该守的钱守住，这才是一个人慢慢转运最实际的方法。善念不一定今天种下去，明天就变成钱，但是善念、信用、判断和行动会让你的人生多很多条路。最后，如果你也希望自己接下来财运顺一点，家人都平安，可以在留言区留下这14个字：心存善念，财运大开，护佑全家平安。把这句话留下来，就当成送给自己也送给家人的一份祝福。当越来越多人在这里留下善言，互相祝福的时候，也希望这一份善念能够继续传递出去。祝福各位福德见厚，财库见丰，家人平安，做事顺心。我们下期再见。